注意看，当一队阿 Sa 被拉爆，准备靠边停车时，右侧突然低空飞过一辆 SUV， 可恶！这老哥什么时候去到的后面？现在又用这种速度将阿 Sa 再次拉爆，这是完全没将阿 Sa 放在眼里。究竟是位什么样的老哥如此嚣张？他又能否摆脱阿 Sa 完成梅开二度呢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俄亥俄州的阿 Sa 蹲在路口执勤时，发现一辆道奇杜兰戈涉嫌超速行驶，雷达显示他在这条限速110公里的道路上开到了150公里每小时。而当阿 Sa 开启追击之后，老哥的车速更是一快再快，明明是第一时间起步，却是连尾灯都看不着，给人一种这场对决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的即视感。这条路上车流密集，从行车记录仪里面很难捕捉到老哥的踪影，可阿 Sa 的火眼金睛却早已将其锁定，这让双眼5.1的我很是佩服。虽然起步时落后了不少，但阿 Sa 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让人失望。匝道才刚跑完，就看见打开色盲模式的老哥一闪而过，虽然方向对了，但阿 Sa 只是一个过马路的时间，便再次被大幅度甩开。很明显，老哥所驾驶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 SUV， 而是一辆低于猫版的道奇杜兰戈。它搭载 6.2 升机械增压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710，100公里提速仅需3.5秒，最高车速可以达到290公里每小时。要知道，这可还是一辆中大型的 SUV， 这数据就是典型大力飞砖的代表。再加上老哥一路打开色盲模式，才短短的2个路口，便将阿 Sa 可望不可及。此时就连主管都开始劝阿 Sa， 实在不行就放弃。可就在这时，老哥的操作却是让阿 Sa 觉得受到了羞辱。明明有着大幅度的领先优势，他却是在前方选择了掉头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好家伙，这难道是怕阿 Sa 跟不上吗？当着一队阿 Sa 的面掉头，简直是嚣张至极。虽说一路队友都气愤不已，可看着老哥的车速，他们又无可奈何。别说是截停了，也就是趁着老哥掉头时，他们才有机会离老哥这么近。虽然搞不清楚老哥掉头的原因，但借着这个机会，阿 Sa 读取到了老哥的车牌。这是一辆来自佐治亚州的被盗车辆，现在通缉等级由交通违章提升到0元购。原来掉头是为了回到高速，由于跑过一次，老哥已经轻车熟路，所以哪怕阿 Sa 是油门汉子，全力以赴，也是完全跟不上老哥的速度。短短的几秒钟，便看着他的尾灯消失在道路的尽头处。不管是哪个车型，这地狱猫的提速果真是恐怖。短短的几分钟，阿 Sa 就被拉爆的数次，确实显得有些无助。趁着左侧的快车道一路畅通无阻，此时阿 Sa 的车速已经来到了220公里每小时，地上的虚线都快变成了实线，路上的 NPC 更是一个个的如同倒退一般。阿 Sa 已经化身为这条路上主宰速度的神，可没想到老哥却是轻易的主宰了阿 Sa。眼看情况不对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地狱猫配上6星大佬的技术，简直犹如手持方天画戟的吕布，脚踏骑着貂蝉的赤兔，还等什么？还不快点向总台求助！面对已经上头的阿 Sa， 总台却是冷静无比，能支援的队友全都在这位阿 Sa 身后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除非老哥自己出现失误，不然能拿下老哥的概率极低。所以总台的建议是取消行动，立刻返回。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但看着前方始终不愿意让出车道的 NPC， 阿 Sa 也只能选择妥协。事已至此，阿 Sa 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回到岗位继续执勤。好在这条路就是他返回岗位的道路，一路直行便可以回到和老哥相遇的地方。虽说才过去了短短的几分钟，但却像是经历了几场生死搏斗一般。这场对决更像是阿 Sa 在执勤时不小心睡着做的噩梦一样，希望醒过来时自己还是蹲守在路边的草丛里。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然后愉快的下班。可就当阿 Sa 返程的第4分钟，他突然向总台发去消息，说他在路上看见了老哥。好家伙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反正我是看不见。这阿 Sa 该不会是跑出幻觉来了吧？既然还能看得见，那总台就没有理由不让追了。于是阿 Sa 再次油门汉死，全速狂飙。看来与其放自己一马，他选择了逼自己一把。正所谓有时候不努力一下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沿着这条高速再次狂飙了2分钟，意料之中的毫无收获。阿 Sa 终于意识到，刚才可能是自己看错车了。这一次看走眼让阿 Sa 面红耳赤，燥得浑身发烫，赶紧请神器小鹿来控场。小兵被一盖，就像一脚油门开进太平洋。我这条到手才168，不是商场货买不起，而是小鹿更有性价比。次次案例都好评。如果你也像老哥天生火力旺，捍卫熏得蚊虫躲一旁，那就赶紧跟上小鹿透心凉。睡醒浑身冒清香，生物寄居乳酸纤维甜里面，安全又环保，还有凉感面料叠 buff， 超蓬超透会呼吸，汗不连身真的强。A B 双面玩花样 ，A 面冰爽，燥热瞬间跑光光 ，B 面绵软，就像靠阿 Sa 肩膀上。母婴抗菌 A 类好面料，裸睡一点不慌张，脏了就丢洗衣机晃一晃，洗完还像新的一样。如果你整夜难眠心发慌，不如试试小鹿一觉到天亮。2种尺寸，小号盖着当毛毯，大号全家躺着超舒爽。优惠券在评论区，现在入手是抄底，保价运费全包圆，质量问题包2年，大伙赶紧冲，别犹豫。这一次
次是真准备放弃了，于是他肉眼可见的放慢了车速，开始靠边停车，准备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倒霉蛋可以当一下出气筒。可命运就仿佛是在和他开玩笑一般，阿瑟刚向总台表示跟丢了，右侧引擎轰鸣，一辆灰色的道奇杜兰戈应声低空飞过。阿瑟怎么都不会想到，这老哥居然去到了他的后方，这下他自己都不确定刚才看见的究竟是不是老哥。队友更是调侃道：“你不是说他在前方的车流中左右穿梭吗？怎么突然从后面冲出来了？难不成这老哥还学会了影分身不成？”这下还真给阿瑟整不会了，难不成刚才是幻觉？虽然不清楚已经消失的老哥为什么又一次出现，但既然他给了机会开始第2个回合，那阿瑟这一次自然不想错过。第2个回合开始，老哥的车技依旧在线，还是同样的配方，还是一样的味道，老哥依旧是一路遥遥领先。可不知道是因为路上的车流量过大，还是拉扯的时间太久，有些许疲惫，老哥并没有如第1回合那般让阿瑟连尾灯都看不着。这叫阿瑟察觉到了机会，立刻呼叫队友协助。从交通违章到涉嫌零元购，再到现在逃离警察，虽然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故意出现，就像前面那次掉头一样，但老哥犯的事情越来越严重，通缉的等级也大幅度提升。总台一改穿阿瑟放弃的常态，反而还派出了一整支小队前往支援。现在要把压力交给老哥，也不知道在刚才消失的时间里，他有没有抽空去加个油。就当阿瑟被 NPC 挡住了许久的视线时，突然从缝隙里看见了老哥在右前方下了高速，好不容易将方向牢牢锁定。这一次阿瑟暗自发誓，绝不能像前面几次一样跟丢，不然还不知道要被队友笑多久。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，从2人的距离就能看出来，阿瑟的刹车点比刚才晚了不少。而更为明显的是，在面对路口的红灯时，他也没像第1个回合那般点一脚重刹，而是用着几乎和老哥一样的车速快速通过。正是凭借这股拼命三郎的跑法，阿瑟居然在不知不觉中突破了5星的禁锢，达到了5星巅峰。随着拉扯的时间越来越久，天色越来越暗，此刻已经来到了晚高峰。老哥多次受到 NPC 的影响，速度大幅度降低，而且看他转弯时犹犹豫豫的样子，看来对这里的路线也不是很熟。看出了老哥的窘境，阿瑟找到了机会，趁着他在前方掉头之际，阿瑟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这一下的时机把握的是相当完美，但老哥是一辆4驱车，稳定性极佳，这种程度的贴贴并不足以将其截停。身后的队友没能补刀成功，但却在第一时间补位。从这几秒钟的镜头里就可以看到，此刻有多少位阿瑟加入了这场对决。刚才还是第1顺位的阿瑟，现在连号都排不上，可见总台确实派出了不少的支援，也说明老哥3番5次挑衅犯的重路。虽然没能一举将老哥拿下，但凭借着一波完美的发挥，给老哥来了一个贴贴。阿瑟也算是了却了心头之恨，现在刚好队友接力，阿瑟可以放松一波。这种情况要是再跟丢了，那也轮不到他来背锅。撞车了！根据队友的描述，老哥在经过路口时和一位 NPC 的车辆相撞，2人同时失控，最终撞上了这幢房屋。开车的老哥被队友当场拿下，车里的乘客四散而逃，已经不见了踪影。阿瑟本想再显神威去将乘客拿下，可被队友告知逃跑的人身上可能有家伙，吓得他是怎么翻过了院墙，就怎么灰溜溜的翻回来。而刚才下车时跑得太快，他并没有注意，现在仔细观察老哥的车才发现了异常。虽然颜色和车型都对得上号，可车牌却和他最开始看到的并不相同。再回想起他看见老哥在前方车流之中左右穿梭，结果没一会儿这辆车就从后面冲了出来，而且2辆车的驾驶技术也大有不同，看来极有可能闹出了一个乌龙。虽然有可能抓错了车，但绝对没有误抓好人，因为从相遇时的加速来看，这老哥绝对超速了。可怜的第2位老哥恐怕怎么都想不通，明明只是简单的展示了一波车速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氛围灯？就这样，老哥成功消息，阿瑟顺利晋级5星巅峰，留下了一个背锅侠承担一切。这种结局还真的是叫人意想不到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